西游记里有很多细节让你细思极恐，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西游记中隐藏的秘密。在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一集，如来对孙悟空说道：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精，玉帝自幼修炼，已经历经了1750劫，每一劫是129600年。说到这里，我们算一下，玉帝的年龄大概是2亿多岁。在西游记的设定里，一劫是129600年，而每过一劫，天地就会发生一次毁灭，重生一次。所有的神仙都会遇到这两种劫难，一个是500年一次的天灾，一个是129600年一次的天劫。而那玉皇大帝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劫难，他肯定比其他的神仙更加的深思熟虑，老谋深算，所以一切可能都是玉皇大帝的阴谋。孙悟空呢，很有可能是玉帝为了对付如来而安插的一颗棋子。在原著的描述中，如来应该是近几劫才诞生的，因为有过描述说近一次天地初开，如来在雪山上刚修炼出丈六金身就被孔雀给吃了，可见那个时候的如来实力他并不强大。而玉帝其实不是忌惮佛教的实力，而是害怕他们的信仰传播的能力，因为佛教的传播能力很广。我们的印象之中佛教都是以慈悲为怀，劝人为善的，比起玉皇大帝来说，佛教更能够让人接受。有的人呢就问了，玉皇大帝和如来闲来没事，他们争信仰，这个信仰有什么用呢？他们让金蝉子转世的唐僧去西天拜佛求经，然后带回大唐，这不就是在传教信仰吗？而大唐的信仰之力对这些神仙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所以玉帝就布了个局，先让孙悟空被菩提祖师收为徒，培养他，然后引导他大闹天宫。玉帝又故意叫来了如来，然后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然后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师傅一起去西天取经。因为这么一来，孙悟空的怨恨就是如来佛祖，而玉帝呢也挺多成了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玉帝一颗棋子就安插下了，然后猪八戒和沙和尚都是这样的，找个理由就给打下凡了。就这样，师徒4人有3个人都是玉帝安排的棋子，一切都是玉帝和如来的争斗。在第35回中，银角大王说紫金葫芦的来历，说葫芦是混沌初开的时候，有一个太上老祖炼石补天的时候，看到昆仑山下有一缕仙藤，这个紫金葫芦就是在这一缕仙藤上摘下来的。这么说，太上老祖他也是活过大劫之人，而且既然银角大王能拿到这个葫芦，表示太上老祖可能也是知情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罢了。那么我们反过来想，如来肯定也是知道孙悟空就是玉皇大帝安排的棋子，如来也就将计就计，直接把孙悟空给收了。有人说真假美猴王，其实根本就没有2个猴，就是孙悟空自己在跟自己的内心做斗争，说的就是去除心魔的过程。而最终孙悟空去除了心魔，也悟了佛性，成为了后来的斗战胜佛。这个局势发展逐渐偏离了玉帝所想，变得不明朗起来，摸不清是谁更胜一筹了。通过这种解读，西游记也变得比以前更加有意思了，就好像整篇都是玉皇大帝在和如来的斗争，谁都有可能是这一枚棋子。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说亚历山大呢很有可能是中国人，并且还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据。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楼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聊到了亚历山大。这位朋友说，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话，亚历山大肯定还会向东继续前进。而我们当时正处于秦始皇的时代，而秦始皇的军队是抵抗不了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的。后来这句话一直停留在这个发帖的楼主的脑海里，或多或少呢是有些不服气的。秦始皇是真的打不过亚历山大吗？可是我们当时是有战神白起，并且还有秦朝最厉害的武器秦弩。于是楼主就查阅了各种资料，渐渐的疑问也就多了起来。第一点呢，亚历山大他这么伟大，竟然连一个帝陵都没有，只有几个来路不明的雕像，而且后人呢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亚历山大的遗物，只靠着一些抄本中的记载来证明亚历山大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这些抄本还是近几百年才写出来的。这就好比说呢，秦始皇在历史中只有一个手抄本的记录，没有兵马俑，没有秦陵，更没有史记中的记载，那我们也不会相信秦始皇他一定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吧。随后这个楼主又深挖出了很多细节，出现了一系列的巧合。比如亚历山大的东征是公元前334年到324年，共10年的时间，而刘彻发起卫青和霍去病汉东大战呢，也刚好是10年的时间。除了这个呢，亚历山大与霍去病都是在18岁的时候打了一场扬名立万的一仗。后来亚历山大是突然去世的，并且他的死因还不确定。
而霍去病他也是突然去世的，死因也不确定。但霍去病是我们历史上被证实的人物，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证据。而亚历山大他是毛都没有。还有刘彻，他是16岁登基，平定了南越国。亚历山大也是16岁登基，他平乱了叛乱的城市。更有细心的网友呢，在网上找到了很多资料，而越查越发现，亚历山大有很多故事都能和我们古代的名人事迹对应得上。种种的一切呀，更让我们觉得亚历山大可能就是西方模仿我们华夏文明虚构出来的人物。各位朋友们，说到这里啊，你们觉得呢？《山海经》中曾经记载，在最北端的海洋有一个叫做幽都的地方。原文说：“从其之渊深300人，为兵夷横都焉，兵夷人面成两龙。”《山海经》说，在幽都附近有一个从其之渊，是兵夷人的首都。这些兵夷人竟然和我们相貌长得一模一样。难道《山海经》说的幽都是上古华夏北冰洋中的一个岛屿吗？而兵夷人就是那里的部落吗？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更加神秘。从其之渊这个地方并不是世界的边缘，当你走到这里，就会从另一个世界重新的返回。如此神秘的《山海经》，它到底想表达什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在说之前，我先铺垫2个线索。首先，我们看一下突然消失的岛屿。英国的《太阳报》报道，曾经谷歌公司将北极圈内的一座岛屿去除了。从1980年的数据开始，之前所有的历史照片全部删除。当这个操作被人发现之后，众多的网友开始展开激烈的讨论，认为会不会是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呢？如果不是，那就是有更加匪夷所思的原因，那一定就是官方向我们有意隐瞒着什么。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这座岛屿是珍妮特岛，并且这座岛屿隐藏了很多和北极幽都相关的上古故事。时间我们回到1879年，美国的珍妮特号前往北极开始寻找开放极海。开放极海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北极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温度那么低，它不是永久封闭的，是个开放的岛屿。当时有专家猜测，在北极中有一个温暖的环流，在环流上没有冰，全程都可以航船，并且这个温暖的环流上很有可能还存在着世外桃源。所以美国的珍妮特号就去寻找从欧洲出发到北极环流带的航线，因为这条航线一旦被发现，给人带来的商业价值是巨大的。但是刚去寻找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还没有到达北极的中心，船就被困在了冰面上。任务虽然失败，但是人终究还是要生存的。船上的人就开始准备想办法向南逃生，因为往南走或许会找到北极的原住民，就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当他们走到珍妮特岛附近的时候，居然看到了蝴蝶，天气也一下子变得暖了起来，所以他们在这个岛上得以获救。虽然没有找到北极的温带航线，但是在这个岛上却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传说在世界的极北端有一个地方叫做天涯图勒，全世界的海水都会流入到那里，那里有一个很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说到这里，是不是很像古籍《山海经》中记载的从其之渊呢？在与此同时，古希腊还有一个传说更加贴近了真实，说在地球的北极也有一个叫做须伯尔波利亚的地方，那里有北极人。北极人手中有大量的黄金，他们还用黄金打造了一座城市。这个北极人是不是《山海经》中提到的兵夷人呢？好，有关于这个故事，我们下期再见。